她的人生好像被困住了，手边是嚎啕不止的孩子，对面是颓废无能的丈夫，父亲拈花惹草出轨成性，母亲精神失常成了巨婴，而她却要以微薄的收入承担一大家人的开支。现如今就连工作也快保不住了。 We're going to be having some changes and you're going to be going to the night hours and we're having cutbacks. 这是一个底层女性如何走出困境的故事。谁能想到这个绝望的家庭主妇最后成了拥有上百个专利的商业女王，她一次次被生活拖垮，又一次次在绝境寻得生机。这就是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奋斗的乔伊》。曾经她以为自己嫁给了爱情，却不料婚后的生活一地鸡毛。在还未丧失理智之前，乔伊终于向丈夫提出了离婚。只是她的生活并没有好转，前夫因为没有稳定的收入，依旧住在她家的地下室。母亲整日靠着肥皂剧过活，父亲又要出门约会了。 Wish me luck. You don't need it. Joy, water! Where are my cufflinks? Mommy, come eat to me. 5 minutes, Christy. Mother, again? 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tell you not to clean your brushes out in the sink? 母亲还在一旁狡辩，但最后总是乔伊收拾烂摊子。外面的父亲正和富婆谈笑风生，凭着他那副磁性的嗓音，富婆被逗得喜笑颜开，于是热情邀请他们一家坐自己的豪华游艇出海。 With your entire family on my late Morris's boat. 第二天，前夫弄来一箱上好的红酒助兴，可正当大家举杯欢庆之时，由于船体突然的颠簸，手中的酒杯不慎摔碎在地，其他人只顾着继续狂欢，清理的工作又落到了乔伊的头上。他拧干拖把，可藏匿其中的玻璃将他割得满手是血。而就是这样的一次经历，让他发现了巨大的商机。直接用手拧干拖布，不仅恶心，还很危险。要是设计一款不用手就能清洁的拖把，肯定能得到家庭主妇的青睐。说干就干，他用女儿的蜡笔画了个可伸缩的草图，又去修理厂焊接了一根拖布杆。为了保证吸水性，他用91米的全棉线绕了40圈，最后把它固定在拖杆上。第一条可旋转脱水的魔术拖把就此诞生。但要想进行批量生产，还得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乔伊试图说服富婆投资这款产品，他不停地列举着这款拖把的好处，让富婆也渐渐动心。可一旁的姐姐却突然插嘴，她认为自己一直在打理父亲的修车厂，而乔伊完全没有做买卖的经验，这个现成的生意应该交给他来做。富婆不理会姐姐，而是抛出一个问题：如果你和你的商业竞争对手在同一房间 And there is a gun on the table. Only one of you can prevail. Yet, you have protected your business. Do you pick up the gun, Joy? 乔伊认为这问题很诡异，但还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I pick up the gun. Good. 乔伊的回答令富婆很满意，因为一个人要足够狠，才能在生意上立足。他们开始着手申请专利，但经过一番排查，富婆的律师发现有人在香港申请了类似的专利。为了避免发生侵权赔付，乔伊得支付一笔专利保护费。此外，对方还有一个德州的代理人，拥有一家生产零件的工厂，他们能以低廉的价格拿到零件，大大节省了投入成本。于是乔伊雇佣了一批家庭妇女，耐心地教他们怎么组装。众人如火如荼地工作着，乔伊终于有了实现价值的机会。父亲也为女儿感到骄傲。可就在这时，工厂那边却传来坏消息。乔伊定制的零件模板，他们足足做了4次才成功，而这部分的损失全被算到了他的头上。可乔伊哪那么容易被拿捏？失误明明就是工厂造成的。于是他果断地回绝了对方，并警告所有人都不准付这笔钱。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把产品销售出去。乔伊找到杂货店主合作，可老板却表示店里的货架被大公司承包了，他想要在这里出售，得先和大公司达成合作。一个简单的生意，非得弄出个中间商。乔伊无奈，只得找到大公司。然而对方却认为20块的拖把质量太好，无利可图。Again, I'd rather they keep buying our mops at $5 50 times, 100 times. 不仅回绝了乔伊，还嘲讽他作为家庭主妇就应该老实在家相夫教子。不过这并没有打击到乔伊的信心，他转头又来到商场门口，向路过的人推荐自己的拖把，可始终没人愿意停下来看。见没有任何效果，他索性直接扔掉拖把，换上闺蜜来进行推销，而自己假扮路人与闺蜜表演。 You can wring it without getting your hands dirty. I don't think so. Come on, try it. The mop of the future. Touch the mop head after I get done cleaning the bathroom floor. I always think that's disgusting, you know? 天衣无缝的演绎过后，一旁的路人纷纷被效果惊呆。可下一秒，身后来了警察，本来有意向购买的路人全被吓跑，工具还被警察给没收。乔伊失落地回到家，可迎接他的却是一大堆糟心的事，不仅收到了催收账单，连孩子也开始生病发烧。如今生活和事业都乱成了一锅粥，自己的心力也逐渐消耗殆尽。这时屋外的门铃响起，原来是前夫带来了转机。乔伊白天的遭遇，他全都看在眼里。两人毕竟夫妻一场，
她还是希望乔伊过上好的生活。前夫将一个零售商朋友介绍给她，对方叫尼尔，正在做一档电视购物的节目，在那时还是非常新兴的购物方式，类似现在的直播带货。尼尔给了乔伊5分钟时间介绍自己的产品，拖把在乔伊手里方便自如，可这些男人们平日根本不做家务，自然不懂怎么使用，反而嘲讽着很鸡肋。于是尼尔也回绝了乔伊，他还认为塑料拖把质量不行，可乔伊却反驳自己本是个家庭主妇，每天都有打扫卫生的需要，塑料的材质在女人手里更加轻便。 Because it is better than anything else out there. Please give me a chance. 于是他将乔伊带到一个纯白的屋子，亲眼看到地上的污渍被去除后，尼尔也被深深折服，让他回去准备5万吧，并承诺给他开一场购物直播。随后尼尔把他带到了后台，这里有4、5个不同场景的舞台，上面正有明星在推销。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手中的项链，接线员的电话就直接被打爆，一瞬间就完成了上万笔订单。接着又让明星接通粉丝的来电，销量蹭的往上涨。这番操作直接把乔伊惊呆在原地。他把这个消息带回去，可之前的都还没卖出去一把，富婆如今自然不肯承担全部风险，要求乔伊出资1半，可让他一下子掏出10万美金，乔伊只能选择抵押房子，孤注一掷。而正是这个决定，差点让他输得血本无归。众人期待已久，终于等到这场直播开始。可是这个所谓的销冠竟没有一点做家务的经验，完全不会使用拖把，到最后一单也没卖出去。此刻的乔伊在电视机前彻底陷入了绝望，这下5万把拖把全砸在手里。尼尔来电表示抱歉，但他把问题推到了产品身上，根据合同可以赔付1/3的货款。父亲建议立刻申请破产，把损失降到最低。然而乔伊怎肯接受这样的结果？隔天他冲进了尼尔的公司，要求再重新开一场直播。不过这次要让乔伊亲自登台推销，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自己的拖把。尼尔坚持表示，只能让明星和推销员上台卖货。 Who showed you the mop? Who sold it to you? Who taught you how to use it? And who convinced you that it was great after you thought it was worthless? 尼尔被怼得愣在原地，在征得其他股东意见后，同意了他上台的请求。他们把乔伊打扮成了都市丽人，可他却觉得不妥，坚持要换成原本的模样。尼尔尊重了他的想法，带着他进入直播间。随着舞台缓缓旋转，在聚光灯的照耀下，此刻的乔伊紧张到了极点，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而台下的尼尔后悔不已，整场直播都被乔伊给毁了。可就在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观众来电却打破了僵局。 Would love a mop that I don't have to touch when I wring it. My hands get raw when I mop broken glass. 听到这个声音，乔伊瞬间就露出了笑容。她知道这是闺蜜的来电救场，立马顺势切入主题，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她的拖把。随后，乔伊将糖浆挤到地板上，再加上一些婴儿的流食。这款和普通拖把有很大的区别，清洗拖布完全不会沾手，而且全面线布头吸水性极强，只涮1次就能拖干净整个房间。此时台下的订购电话也全都响起来了。仅仅过了5分钟，订单数已经直逼3万。乔伊的直播状态也越来越好，他亮出最后的杀手锏，拖布头拆卸就可扔到洗衣机里清洗。一瞬间，观众们又开始疯狂下单。看着即将爆单的数字屏，乔伊根本不敢相信，仅仅10分钟就把货卖完了。尼尔不可思议地看着乔伊，他亲眼见证了一颗冉冉升起的商界新星。从此与乔伊达成了紧密的合作，往后的直播愈发的成熟，每次卖货效果也都很不错。正当他事业直线上升时，却得知供应商不断地将配件涨价。不过父亲已经嘱咐姐姐处理这事，谁料姐姐竟然同意了对方涨价的要求，并且支付了最初模板损耗的费用。乔伊非常反感姐姐的做法，但自己也无可奈何，只能亲自飞去加州工厂处理。老板始终不愿让步，竟直接摊牌让他去打官司。乔伊费尽口舌，还是无法动摇老板的态度。于是来到厕所缓口气，却无意中发现一道隐藏的暗门。他跟随着一路过去，竟意外地来到生产车间，桌上陈列的正是自己的配件，而一旁的专利图纸竟是工厂所有。下一秒，老板发现了乔伊，随后竟反咬一口，报警将他驱逐出去。富婆的律师调查清楚了真相，原来当初给香港人专利保护费时，所有零部件和模具都归在他们的专利里了。即使这些都是乔伊的设计，现在也没法起诉他们。如今要么申请破产，要么与工厂打官司，不过大概率都会败诉。而且在此期间，乔伊也没权利再卖该款产品，他自然不愿放弃努力这么久的成果。可是现在已经由不得他，富婆已经下定决心撤资，想尽可能的挽回损失。就连父亲也后悔一直以来对女儿的支持，不该给乔伊信心，让他拥有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二人的逼迫下，乔伊只能无奈地签下破产文件。这一刻，乔伊彻底崩溃。Mommy, don't cheer them, no! 众人离开房间，留他独自静静，看着自己的努力毁于一旦。乔伊不甘心就这样算了，
于是他来到镜子前，坚定地剪掉自己的长发，决心彻底告别曾经那个懦弱的乔伊。他把自己关在房间，没日没夜地研究专利的文件，终于查出了专利出错的始作俑者。随后乔伊便约见了对方，来者正是专利所有者的代理人。乔伊与香港的专利所有者通过电话，得知对方完全不知道自己支付了5万的专利保护费，这笔钱显然被眼前的代理人给私吞，并且乔伊